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的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大家周末好，这周可谓是血雨腥风，走得非常惨。然而其实我们经历了某些事件可能触发比现在走势更加悲惨的走势，市场的流动性出现了枯竭，出现了巨大的危机。那么这些危机是怎么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危机？在市场出现如此恐慌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那么这礼拜的视频呢，我们将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的主要跟大家聊聊天，讲讲最近出现的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和新闻。然后呢，在下半部分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对市场进行一个解读，看一看市场情绪方面我们该如何设计下一步的操作，还有回顾一下这礼拜的操作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反思和深省的。那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大家好，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这次几乎面对一个2008年股市债市流动性大崩盘的这种危机，就是英国的这个问题。一开始我觉得我在上周周中给大家做分享的时候是讲到了空头鼎盛出现反弹以后的位置该如何去做，没有在宏观层面上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分析和理解。我所看到的很多投行的这种大财报研报分析中，这个事件几乎是被提及最多的，也是这个当下市场中市场最担心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所以呢，今天呢就针对这个事件跟大家分析一下最近的这个消息和我的感受，和为什么这种事件会出现。那么这个事件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欧洲这个通胀非常多，那么应对通胀，欧洲的这个英国的央行采取了激进的加息。可是呢，英国的政府和英国的央行他们并不在一个步调上。这个英国的政府一个新上任的首相，他叫特拉斯，他不是特斯拉注意这是天壤之别。他整了一出戏，这出戏可真是厉害，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把烧自己家屁股，烧自己家房子，烧自己家院子，那也真是没谁了。哇，真厉害我跟你说，真的是厉害。所以我们看到特拉斯，老说成特斯拉，特拉斯这个女士加上她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班底，直接祭出一个超大的方案进行减税。那这个减税你就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点怪，为什么呢？一边通胀非常厉害，一边要减税发钱。再看美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干同样的事儿？在一边喊着通胀太厉害了，一边呢要减免学生贷款4000亿美元，还要发钱那么流动性或者说钱多不是才造成通胀的主要原因吗？那你这时候一边发钱一边收紧，那到底这个通胀能不能克服呢？那永远克服不了。那扯远了，我们说英国政府的这个骚操过，英国政府的这操作之骚气那简直是叹为观止，前无古人不说，后无来者不好说，反正是绝对是非常精彩了。那么他首先在制定这个财政政策的时候，有没有跟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说有没有一套班子去真正的去认真的去讨论一套可行的方案呢？还是说直接就为了选票咣叽扔一大的 package弄一个大包裹里面各种减税买票？这个出现了一个连环套的效应。这个连环套的效应叫什么呢？贪吃蛇或者是狗咬尾巴这个来回原地的这种打圈
绝对没有退路的这么一个做法。那么你想啊，本来这个地方英国啊，英镑就承受压力，我们世界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被美元压制的这些货币已经很惨了。那这个时候你突然来一个减税这可好了，那怎么办呢？就是造成了利率，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英国国债被抛售大家就不看好这个。你想，你减税，你摊钱，英镑首先就受冲击，英镑受冲击，英国的国债受冲击，英国的利率暴涨。那么英国利率暴涨之后，就影响到了其实英国有大量的养老金在里面。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的严重性是没有看到养老金的规模。这养老金的规模里面可真不是一个小数。这个养老金我看到的时候是一个多少的养老金？就是英国这里面有几万亿的养老金这个养老金的数量之大，出现了一个叫什么突然间的一个收紧。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流动性危机那这流动性危机是什么呢？就是突然间养老金它变 margin call 了，就相当于你买了股票，你用了这个 margin， 对吧？咱们说马金，然后呢股票狂跌的时候，就券商打电话说你的保证金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养老金出现了如此之大的一个亏空之后，那么这个养老金没办法，它只能不惜一切代价的卖资产来换取这个咱们说的不被 margin call 带引号的 margin call。 那卖什么呢？只能卖英国国债。卖国债的行为又加剧了英镑的下跌和国债利息上升。那么这个时候呢，没办法，它又这个 margin， 你看你利息上升了，这 margin call 又多了，又得来 margin call， 那又越跌，只能靠卖。卖的过程中，等于说我的卖的行为成为我亏损行为的一个主线。那么可以参考2015年 A 股那个叫千股跌停、指数跌停这种情况，所有人都在卖，没人买的情况下，那它不就是跌停吗？它就跌停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就是流动性枯竭，跑不了。那我现在一卖，我就更要margin call了，那怎么办？它变成了一个死循环这个金融市场最怕这玩意儿，就是你在这使劲卖的过程中，那么英国市场的国债被大卖之后，同时美元一定上升。为什么？因为英镑大幅贬值，推动美元指数上涨。那么其他国家的国债有英国资产的，而且英国资产的真的是非常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宏观上非常恐怖的一个风险。一下流动性枯竭了以后，大家看美债在当天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阴线ZB 也好或 TLT 也好，你看到一个巨大阴线，说明整个汇率和国债的市场出现了全面性的崩溃和全面性的这个混乱。所以说我们说这特拉斯这个大姐姐你真的是棒，你真的是牛整个。但是英国央行反应非常迅速，他直接在第二天出来就宣布了无限量化宽松，来把这个咱们说的自己狗咬尾巴自己转圈的这个情况暂时性的缓解了那当然这个大姐又说了，她坚持减税政策不变，头还特别的铁，然后说了减税才能降通胀。这个虽然我是经济学的硕士，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政客们现在这个逻辑已经是不讲逻辑了就是说像美国也是推动了一个叫降低通胀的法案，里面没有一项是降低通胀的，全是花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政治，其实政客们真的是没有逻辑或真的没有常识吗？不是，其实无非都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所以标普马上就降低了这个英国的这个主权评级。那么债市市场和汇率市场的这种波动是否还要继续呢？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很难说得清这个地方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呢，我们说到空头鼎盛的时候，它有一小前提反转，就是你多头哪怕一点点人进去，就可以把空头这个极度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挤开挤空，来一波反弹。但问题是连这一点点人进去的勇气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连续这种大姐的这种操作，它这个迷之操作一个接一个。好，再看其他新闻。
如果我今天把新闻这部分大家跟着我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礼拜的大跌其实算跌的少了啊，没有一样事儿不是让人就是揪这个心的。大家注意看啊，一个是欧元区的这个能源出现了问题，能源危机啊，10%以上的这个德国的这个通胀9.7%啊，大家看这个，还有马上一群不明身份的特种部队把北溪2号还是1号这个输气管道给炸了，那么欧洲这个地方的能源将出现更大的一个危机。大家想想，你就品这个世界得多乱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讲美国的问题，我觉得美国这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可说。那么现在欧洲所面对的危机是非常巨大的，一方面通胀下不去，一方面能源需要不是依赖俄国就是依赖美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且现在能源供给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造成严重的通胀，不得不进行加息。加息的话，有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那几个国家，意大利呀、西班牙呀、葡萄牙呀、希腊这几位老先生吧，这个里面，它这个欧债危机在里面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雷，算是市场中的灰犀牛，它就放在那儿。这个快速的加息和整个经济的要衰退，那这一次德国可真就带不动了，因为德国自己本身也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现在看到欧洲这个消息全都非常负面，然后紧跟着俄国也没老实占领了什么呢？这个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赫尔松这几个共和国，这个占领是强占强占了之后让他们投票，那强占之后的投票可不归属于你吗？因为不想跟归属于你的人都跑光了嘛。所以呢，这个问题又把这个我们说俄乌战争的整个的态势再次出现升级，且非常难处理。这个时候俄国反正通过了，是不我看了个新闻，好像是不但支持给这个乌克兰钱，但美国给钱，美国给武器。那么这个俄乌的局势冲突随时也可以什么呢？爆发冲突。那么这就是又一个大的这个灰的犀牛。所以说我们那儿又有黑天鹅，英国不停的作又有灰犀牛，欧洲德国的衰退那么俄乌战争那么我们先看到的就是这几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们再说美联储最近的发言也是非常厉害比如说美联储有一个官员说不惜咱们说经济衰退也要打击通胀这句话说起来这个逻辑有点逗。就比如说我人要减肥了，我不惜饿死我也要减肥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叫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政治正确进行到底。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坏消息，包括又突然出来说苹果说这个产能这个需求不足。同时我们再看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看到耐克的财报出现了库存暴涨44%。这耐克库存暴涨这个原因他说是供应链，有点匪夷所思，令人深思然后美光呢给出对于记忆体的需求竟然是从这个季度66 billion 降到预期只有40几个 billion， 这个也都太离谱了，就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可以说是极度的悲观。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另外的一些消息那么我们又可以看到另外的，比如说英国不行，那美国好不到哪儿去美国这边是有一个飓风之后呢，美国这边还有一些法案要这个关于对中国的一个压制。那美国现在所带的问题的风险在哪里呢？我们可能会面对的是欧债危机加上像亚洲金融危机这种双重叠加的打击。同时美国在这边呢也没好到哪儿去。我觉得这里面美国面对最大的危机是现在美元强盛，美国也是在现在整个世界中最强盛和最这个韧性最强的经济体。这个不管你是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可争的。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你不可能同时将中国、俄国，然后德国、法国、日本同时将他们摁趴下打死
打死注意是给他们都要打死。那么如果全世界这些国家全部被搞垮了以后美国确实也是难以独善其身。但是呢，有很多大的投行研报其实说到这点了，就是在整个现在这个地球都非常肮脏和混乱的时候，美国相对来说是最干净的一块。虽然问题也非常多，但只是对比欧洲和亚洲这几个国家所面对的危机和困难算是比较小的。好的，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传统项目，我们把所有的新闻过了一遍之后，相信你会觉得一个很简单，就是这礼拜的下跌还算少的我们正好是躲过了一个类似于雷曼兄弟倒台的这么一个时刻感觉到我们就现在在股市中如履薄冰，这个市场上非常非常脆弱，这个流动性危机整个市场财政政策不给力然后的昏招迭出，简直是让人匪夷所思。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一定要把问题都搞大，没有一个人去解决问题，而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把问题搞大，这是我们现在世界普遍面对的问题。那么面对的这种危机是危也是机，就当市场上全部都是负面消息，全部都是如此的恐慌的时候，我们其实呢看到的不光是恐慌，也有对于未来的这种机会，但前提是这是一个长期的机会，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机会。所以呢，你要有做一个非常艰苦抗战和面对非常大波动的准备。我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好 Sentiment Trader 这礼拜的更新，当然有朋友在留言问是不是一收费服务，这是人家收费服务，每礼拜都有更新，我觉得从统计的角度还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应该订阅这个服务，这个服务我还挺喜欢的。当然了，我运用了这个结论跟大家分析，那么我们应该把人家的引用放在那里那么首先它就是还是这点在任何的地方，这是公开的，大家很多地方公开的数据了，就是他的推特上有讲到，就是现在是一个 retail， 也就是现在是恐慌来到极致。可当年08年的极致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低点，也是半山腰，离最后一崩还有一个距离。那么我们这个地方面对是最后一崩还是还有一崩这个不好说。但是现在你可以知道的是，如果你拉长线到年为单位，比如说6个月1年，这个时候那么这里就是低点了，这里就是低点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它又统计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纳斯达克的这些大股科技股已经是极度超卖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现在这一轮下跌之后更是极度超卖，那么1年以后它的平均收益能达到 43%， 然后呢它的胜率是 100%。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出现问题在哪呢？它必须是1年以后我们看视频的朋友们，还有包括我们大部分炒股的朋友们，他每天只关注贪心明天怎么办，什么1年以后的事儿他完全不在乎。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你现在的仓位你就算不看，比如说08年这种事情出现了，有些灰天鹅呀、灰犀牛出现了以后，你就现在这个地方真的敢持有了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那么包括另外一个呢，比如说这个 NMO 其实就是非常低了。那么如果在一个极端低的这个条件下，那它每次也不是说一个低点，大家看其实它离低点远着呢那我们也会给大家分析我的系统判断的时候，就远看觉得很棒，但近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精确。那这地方出来之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1年以后的 average return 是什么？是 21% 然后呢成功率 100%， 但它这个最厉害的什么？是3个月以后它的成功率也是 100%， 那意味着3个月什么意思？10、11、12 3个月，这3个月以后我们面对上涨的可能性极大。你说现在这个位置买，你在12月31号不太可能亏，依照以往的统计你的成功率是 100%， 但是很多朋友他现在慌他现在你没法拿3个月也拿不了对吧？而且我们从我们市场中咱们说的季节性来说，空头最多就推到11月中或者10月中，它不会说整个推到到感恩节圣诞节的这个时间哪怕是08年的时候，越是下跌的年份，这个时候呢这个12月份往往是比较好的月份。
当然了，也会有杠精跟我说是2018年的事儿。那2018年的时候，它是一个贸易战加息的一个结合，而且就压在12月出这个大事儿上了。那么我也不排除今年也会在12月出事，但是整体上来看，现在已经进入极度超卖，看3个月，你要有耐心，这里问题不大。所以说，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要有一个不同时间周期的这种眼光那么如果你时间周期放长，这里看怎么看呢？这都是机会，就不是危险。那么如果我们放的短，刚才给大家读报读新闻、解读新闻，那这个你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可怕的。好，来我们看一下市场上的这些数据这个 W3 data 呢，这里是免费的，现在是新月老师的这个频道。其实我也不用看了，因为你知道吗？所有指标几乎都是这个 super bearish 或者说是 extreme fear 那么有一个数据特别有意思，第一，你看这个 AII survey， 那这个熊和牛的比例已经早远远出现了一个不成比的一个状态那是非常的不成比。那么还有一个呢，从它这网站上我给你看其他几个数据你可以看到这个经理人的指数，就是经理人的持仓量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 12.61%， 意味着大部分人不是空头就是 cash， 不是做空就是空仓那么现在做多的人12.61%， 那么这有两个可能，还是意思空头鼎盛，没多头嘛，那往上推，剩下这 12.61% 人家也就是什么呢？就是金刚不坏之身，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就怎么跌他也不卖了。那么这就问题，没人接的情况下，光有使劲往外卖的，那它这个价格下的也会非常快也可以下的非常快。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由于现在宏观市场太过于恶劣，那多头那点点他都不愿意进，他得跌到一定程度，或者说真正现在有仓位的人出这个带血的筹码。我们一会儿在技术分析上会给大家分析，出现带血筹码出来了以后再进。好那么这就是市场上整个的这么一个环境好，那我们再看深度这里面是一个背离但是最低的时候达到-128，这种非常极限的低值那么这种极限低值其实呢也不是非常多不是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来的比较多的都100几就很多了那么20年这个地方是出现了130多那是非常恐慌了。那么130多出现了以后弹上去再下来折腾，其实1-2个礼拜它就见底了，那是20年。那我们再看之前之前104时候是不是是什么？这是15年对吧？那我们来看08年、07年08年对吧？08年这个地方也有120多，那就是08年的10月份08年10月份是什么？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下跌。我们可以把现在的情况当做一个08年10月份的这么一个下跌的态势，那么它现在就是来到了一个深度弹一下再向下，还有向下的空间因为直到09年3月才见底嘛，那个时候呢你就是遇到了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改变。好，那我们回到周线，我们来看周线图吧。周线图上我们先来看标普500的周线图，是真的非常难看。那么这个难看到什么程度这个大阴线全是光脚的，说明多头的反抗几乎没有，束手被擒。那我们再说很多次了，就是这一波下跌过于深了，所以直接微上去可能极小，所以它就会在这儿进行一个什么 MACD 的一个这样。你这样的话，除非你这个下跌能这样那你看能再这样再这样对吧，这么跌，要不然的话呢，它这个位置上的背离是非常确定的，因为中间这有一弹了之后，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背离。那背离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一波下跌什么时候周线级别的它出现了一个这样向上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反弹就可以确定，而且确定的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整个周线这一波下跌的一个结束。那目标位在哪里呢？目标位其实这里首先看这个地方3393，这是之前3400之前高点的一个记忆位置
啊。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绿色的位置3550几，每次跌破绿色线必然有反弹拉回去，那是不是反转在后面讲？比如你看这碰到绿色线之后，先上去一波，这也是快碰了之后就是弹一波，对吧？然后呢，你这也又弹了一大波，那这会儿又要碰绿色线了，又碰绿色线的话，那么这里是不是可以弹一波再说，对不对？那么现在还差一点，我们碰到绿色线或者在跌破绿色线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就会出现，那我们再去日线上去看就好了啊。那么周线上就是这么难看，就这么丑。好，那我们再看Index。大型科技股这点我觉得要做的话还要做科技股，为什么呢？因为科技股大家看是16000啊，现在到10900，它的这个下跌是将近35%了啊。那么按照就算08年这种跌40-50%的话，那它向下，对吧？向下你比方说到9000到10000的这个位置是这其实就剩900多点，你其实这个位置就剩900多点了，你就到10000。10000的位置是哪儿呢？10000位置就是这个地位置，也就是标普那个3300、3400吧，3400的那个位置就是10000多，就是这儿啊，已经非常近了啊。那么说明纳斯达克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现在就拿那个估值去套，用 EPS 挑这个估值，这里有一个陷阱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08年的估值特别低，原因是当年的能源和金融占的比重极大。他们的 PE 本来就特别低，所以他当这个金融和能源在那个时候崩盘的时候，他那 PE 能低的特别离谱，所以整个指数的 PE 特别低。可是现在指数的成分股它都是以科技股为主，科技股你不管是苹果、谷歌，它没法压缩到个位数的 PE， 因为他们的盈利能力和垄断性在这儿呢，它没法压缩到那么低，所以我们不能拿那10几倍去套，因为10几倍一套1700多啊，对吧？这都出来了，1000多、1600多、2000，就喊吧。每次恐慌的时候，最可气的，我跟你说，就是不负责任乱喊啊！今天8个阴线，明天1000多，你要说出理由，同时你要有交易的对策。比如说，你真看2000可以啊，您今天2000块钱，2000的 put 上，你做空上去啊。别就嘴上说，或者说我说一模棱两可的啊，这个地方哎呦风险非常大，现在风险太大了，然后不吭声了。过2天你看看我跟你说的风险这么大，跌了吧？你们看看跌吧，我说的对吧？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啊，而不是或者说了每次都说不同的话，拿回来之后再去剪切自己说对的那一部分，或者模棱两可说对的一部分。大家知道，交易最重要的是落实在这个纸面上的一个交易，或者是金钱上的交易，你光嘴上说，我觉得意义不大。好，那我们再看纳斯达克，说远了。这里纳斯达克要做的话是标普强，因为我们一会儿说标普里面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会受很大的影响，它会比纳斯达克弱。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很多受国债利息如果暴涨的话，产生影响非常大的公司啊。那么这是一个，先从周线上看。如果真的是大的危机下来，大约股指都是跌40%、50%或者55%，那么这两个指数它们是同步的，都跌的应该是差不多。而纳斯达克比标普现在跌的领先多出来将近10%，在后面的话它是有优势的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科技股的这个估值。好，我们先看道琼啊，道琼的日线这里非常惨。直接破位了，为什么呢？因为道琼这里面，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可口可乐，就是我们说啊，当一个估值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大家看可口可乐这个估值其实是偏贵的。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其实讲到这里了，可口可乐估值在这里偏贵，它特别容易被砸下来，因为你10年期国债如果上到 4% 的话，那么可口可乐这种保守型股票，它的这个盈率或者说分红，其实它就赶不上国债了。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比如科技股可能还有点吸引力，是因为它有成长性和垄断性，你这里只占垄断性，没什么成长性，包括麦当劳也是啊。这个卖出信号一出之后一直就下，那它这个地方还估值还有28呢。你真正比如说常年来说，你真正低点它在17、18是个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状态啊，17、18是一个合理状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么高，对于麦当劳来说这是非常贵的，所以后期如果真的杀估值的话，或者说是这个保守板块受利率影响会非常大，它反而是跌的会非常多，所以这个位置上大家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这个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数。指数上我们看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指数的一个分析啊。指数上呢，我们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大约抄底的一个位置是大约是在3660，那我平均成本加上之前抄的这块，大约在37050左右啊。那我之前在这个位置上，把我之前长期的持仓的领口全部都摘掉了啊。那么这一天的反弹吃到了不错的肉之后，第二天的操作，我在今天在 Discord 中啊，也是昨天，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反思啊。那么就是这个位置上吃了一个大面，为什么？因为在日内的时候有一个恐慌盘出来，这个恐慌盘应该是一个机构调仓或爆仓，大约是20分钟跌了2%，10分钟跌2%的这么情况。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我当时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呢，我就是即使我们周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位置上会不会走下来，其实我们是分享了会走下来的可能，而真正面对这个跌得特别快的时候，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今天终于利用了什么呢？今天夜盘的一个高点和今天盘中的一个高点，又把我们的保护弄上去之后，保证了我这段呢损失是最小，几乎是打平。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这么一个操作过程。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寻的低点啊，等一个大阳线。那这个阳线出来之后，确实差了一点。所以说刚才看到这小盘的阳线会明显强啊，但是走势也变弱了。所以我当时进的很多就是小盘，加上我的一些这个我给大家经常分享的我自己的认为强势的这些股票啊，都有些买入啊。那么在这段时间呢，进行了减仓和再重新做对冲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我给大家粉丝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我在这里也讲了，就是这些地方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忽略了，就是什么呢？我们在忽略了这个在讲到情绪周期里面，空头鼎盛，多头要进场的时候，其实空头很多钱就叫死钱了，你一进去其实就容易吃一笔大的。而且我们也说了，这个位置上绝对不可以给你回调，一定是快速冲上去，给回调估计就要失败了。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基本判断和分析啊，基本判断和分析。但是这里有一个什么地方失误了呢？就是我刚才咱们分析，就是我很少分析新闻啊，但是这个分析新闻的时候，其实没有留意到啊，就是英国的这个黑天鹅非常非常的黑啊，这个非常黑的黑天鹅，其实对于市场上的影响远远超过我的判断。所以我的主要的一个我需要改进的，或者说我认为没有到位的地方，就是对于英国的这种黑天鹅的流动性危机，在当时的时候看到了汇率的变动啊，债市的波动，股市当时其实没怎么动，那个时候应该有非常高的警觉啊。因为我在刚入市的时候，带我炒股的一个叫师傅吧，他其实最擅长的叫做股债汇啊联合看盘，其中其实很讲到了一点，就是汇市是大于债市，债市大于股市，他们是有个联动性的。说如果前两个有一乱套了，后面两个都不会好，一定是在股市，一定是在债市和汇率都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有它的繁荣。大家想想牛市是不是这样？不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债市，就是这个汇率的这种波动。现在是汇率波动，国债波动，股市定然好不了。所以这是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验和教训。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在5分钟上看，确实这个位置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下跌趋势。但是我们配合我们现在所有的 sentiment 和我刚才分析的这些数据，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位置上切不可做空。因为你想啊，比如说你在这做空，你其实在这根本讨不到任何便宜，因为你做空的这些位置，你看啊，它这个地方其实还是个箱体，你其实仍然是讨不到一个什么呢？讨不到任何的便宜啊。到最后来讲，你最后能赚到什么钱吗？其实非常难，因为你即使像今天这种，它也有一个仙人指路，其实是向上够了一下，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底部，任何时间又有一点多头进都可以。包括我们看到9月28号少见的一颗阳线，这个阳线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下，几乎是你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一说，大家最喜欢问的就是为什么涨为什么跌，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去专门找新闻去硬凹解释。这个位置上其实就是非常硬凹了，没有非常实质上的这么一个利好。那么这个阳线出来之后，其实就是英国的那个无限量 QE
暂时缓解了那个危机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直接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排空啊，没有任何实质上美联储的波动啊或什么的，它就直接就排空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空头特别多的时候，稍微有一个风吹草动，对空头来说它也拿不住。那么这就是现在市场非常难办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你今天讲的比较多了，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一些个股的情况。我们呢在那一天28号啊，像微软这里呢就触发了我们的这个发大财信号。发大财信号呢在昨天和今天啊被淹没了，但是呢我给大家看啊，拉长了以后啊，就第一个非常少见，但是第二个大家注意，就远看的时候你可以看远看貌似都在底部，但实质上近看的时候啊，貌似还都不是最低，都有一些啊，貌似都有一些什么呢？都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包括这个位置你看都不是最低啊，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最低。那么这个信号在上一次出发的时候还是20年的这个底部，那么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21、22年这个是一个恐慌底出来了以后啊，那么后面呢又出了一个买入才上去。那么这个位置上呢，这个地方你想想，就是它向下的概率也挺大。但是我们之前讲过微软的估值，这个地方来到了一个历史，就是最近的20年低点的更低，20年低点是23，那现在是跟20年的低点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不能光看股价本身，你要看到它的估值，因为这段时间包括微软大量的回购和分红，它其实这个是差不多的。那么有人说呢 EPS 预期会降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比如我们认为谷歌它平均值25，那为什么现在跌到18了没人觉得便宜呢？就是因为预期后面它要降低 EPS 嘛，所以呢它就会便宜，就是市场上会预期先行一步把股价拉到 PE 非常低的这么一个位置。那往往的话，等真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可能没这么差，或者说啊，后面的预期会慢慢的恢复，那么它这个 EPS 才会上去，那股价慢慢有这个估值又会上去，这个 PE 又会上去。我们看到谷歌这里面也有一个发大财信号，但是也是被闷了，而且也非常难出，这几个大科技都特别难出。你看都是20年之后这儿有一个，然后18年的时候大家看这个地方是出了2个，这里一个之后马上被闷了，那这又出了一个时候才低。那么后面的话也是，就是其实前面他想出这个信号买入的信号的机会呢比较少，是个胜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信号。那我们这个系统是开放给大家试用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 Discord 看啊。但是我没法做到说能精确到啊你买的最便宜那块钱，这个确实对我来说也比较难。那我们看到亚马逊其实也是出现类似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呢至少是不能做空，而且这是非常稀有的这种信号出来以后，我们更是不能做空。那么好，关键来了啊，讲讲特斯拉。特斯拉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是这个包括北美啊，就是车的咱们说交付时间大幅缩短，而且呢马上又有新的这些这个包括这个 AI 日。那么大家看这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箱体，大家看这里是重要的箱体，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跌破这个箱体了。那么跌破箱体以后，大家看这里其实有大量的套牢盘在这儿，这是有大量的筹码在这里套牢。一旦这里进行快速的下杀，那这些筹码就成了一个现在市场中非常少有的多压多。为什么？因为特斯拉一直是强势股，大家很多多仓在这里集中，咱们说叫什么叫扎堆儿，就是多仓其实在这是扎堆儿的。因为很多小的股票，反正像 ARKK 持仓那些，你真的比如英伟达还能再跌多少呢？它就是因为多仓没扎堆儿，已经是都是空仓控盘，他们反而没有什么肉了。现在特斯拉这种多仓特别容易出现暴跌和暴涨啊！注意我说两边，不管是暴跌还是暴涨，它都会有大的波动。因为你看啊，这个地方你如果要是做空的话，这里位置上已经是一个什么非常容易止损，就这个地方一旦爆上去，大家看一旦爆上去，你就可以在这里做，因为什么？还是多头控盘在护这个盘，因为说明这是主力的一个持仓。那么如果一旦下去之后，这里咣就一定要大的，为什么？
因为来到这个支撑，来到220这个支撑，那么这个地方就要非常危险了，就是特斯拉最近的操作是非常困难的。当然，长期投资仍然逻辑没有任何变化，但是短期来说，它将面对非常非常巨大的波动。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很简单，苹果是前车之鉴，就是市场上在弱势的时候，多头选择扎堆的一些，就包括 A 股特别喜欢扎堆一茅台啊，扎堆一母粮业，它扎堆什么海天味业呀，这些股票，它去扎堆的时候，一旦杀这种白马，就会杀的非常狠。因为这段时间，像苹果就走出了，大家看走出了一旦一个盘整的，大家看这是 W 底回调，一旦跌破这里就是加速向下猛冲，那对于特斯拉就会有这样相同的效应，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还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新人，特别喜欢问，那你是不是看空特斯拉？没有说看空特斯拉，我们说的是要增加非常大的波动，这里头千万不要在里面轻举妄动去操作，很容易被蛰啊。所以跟大家先讲到这里吧。好了，那么今天讲的内容非常多，又比较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 Discord。然后呢，最近我们的整个社区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那么这些系统呢也都是公开给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这个试用啊。那么这个我用的这些数据的这些网站都贴到了我们 link 里面，那大家去看描述栏。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请为我们交易之刃点赞加把劲儿，希望您支持我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